我们吃饭，有的人喜欢去市中心那种拍照打卡、装潢精致的网红米其林餐厅，吃的是个氛围；但也有人专门开车好几个公里，去到老街区找那些外表不起眼，但是分量大、味道绝的本地老字号，吃的就是真材实料。没有谁好谁坏，只是看你今天想要吃什么。Hello， 大家好，我是艾莉，今天带你来看楼了。大家看惯了吉隆坡市中心核心区的那些精致的奢华的小户型，今天呢，我就想要带大家看一下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这里就是安邦使馆区，适合一家大小居住的大户型。大家有没有一种怀旧感呢？现在的新公寓呢，已经没有看见这一种桌椅了。在这栋住宅最奢侈的不是它用料有多贵，而是在使馆区这个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里有占地极大的公园，在这里有软绵绵的草坪，可以站在上面，迎面吹来的是不被遮挡的微风，只要微微一抬头，就是毫无滤镜的蓝天白云。这里的阳光不是从高楼缝隙露出来的，而是毫无保留的大片大片的洒在你的身上。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楼呢，它的楼龄已经有15年了。那之前呢，这里的单位业主他只租不卖，而来到今天呢，业主呢就把它翻新再卖，而它的价格呢也就非常的吸引人，就大约马币130万上下，就可以买到一个150平米或者1600多平方尺的3房大户型。这个价格呢也包含了精装修，基本上就是拎包入住的那一种。那么至于其他的单位细节等等的，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联系我了。我们现在呢就在它的设施楼层。那么这一些房子跟现在刚刚开盘的房子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占地呢就非常大。大家站在这一边呢，可以感觉到就是哇，还有凉风了。其实我现在就是在吉隆坡核心区使馆区这里呢，就是还有这种范围，那个很超大的泳池。还有那个小草场花园这样子，所以住在这种老房子的话呢，基本上你得到的就是更大的生活空间。那比如说一家人或者是有小孩有老人家，期望的就是一个更大的生活空间的话，这种房子还蛮适合的。好了，现在呢我们就经过这栋楼的大堂，有它的这个电梯间。那大家可以透过镜头呢，就看见，它的这个公共设施确实就是有点旧，而且呢还带有这个年代感，对不对？毕竟呢这栋楼它也都是10多年的房子，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嘛，所以它的价格呢也就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呢，我就把话说在前面，就是说，如果今天大家想要寻找那一种很奢华的、高大上那种大堂设计的今天这个楼盘呢就不适合你。那如果今天你想要找一个性价比、地点好的话呢，那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所以呢，今天如果你是有预算想要找一个酒店式那种公寓那这个楼就不适合你了。那如果今天比如说你是想要以一个100万出头，想要买一个大户型，而且呢要靠近市中心核心区，又要靠近国际学校的话，那今天这个视频你可以再继续看下去。那好了，130万左右可以买到什么样的房子呢？我们现在推开门看看里面的豪华。好了，就是这种推开门就是豪华舒适的感觉。OK， 大家来感受一下这里的空间设计。那我们前面就是可以看见客厅四四方方，而且还带有阳台。整体设计来说的话呢，它就是非常的简约，而且呢就可以住得很舒服的。好了，这种带有阳台的客厅呢，也是一般上就是如果是自己住的自住需求的人呢，会想要得到的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自己住的人喜欢的呢，就是一个有间隔起来的厨房。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是真的要煮炒这样子，所以这边间隔起来的话，基本上那油烟就不会飘到你的那个客厅。这个厨房到时候也是会做好给大家。OK， 好，那我们继续看它的房间了。那这个户型呢，它就会有3个房间，还有一个小的储藏间。先看一眼这个小的储藏间吧。
OK， 然后呢，这个1个房、2个房、3个房，基本上每个房间呢都带有自己的浴室。OK， 来看一眼它的主卧啊，主卧的空间呢也就非常的宽了，哇 ，OK， 这个主卧呢还带阳台，那这种空间就可以做很多的设计了，比如说放个按摩椅啊，或者是化妆台啊，或者是一些看大家自己的生活喜好。OK， 那这个主卧呢，还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浴室呢是这种透明式的，就让它的浴室可以采光这样子。还有它里面是有浴缸。OK， 好，房子漂亮吗？就是这样子，1600多平方尺，精装交付，马币130多万就可以买得到。那如果是同样的房型，就是放在距离2公里以外的这个核心区的话呢，这个房价马上就变成400多万了。OK， 好了，刚刚看的那一套，如果觉得想要再大一点，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套，它是1851平方尺，也就大概170多平这样子。那这个单位呢，就稍微多一点点而已，140多万就拿到了。同样的也是精装交付。OK， 这个设计的话呢，它就更现代感一点。刚刚那个有点禅式的，有没有？这个是现代感的。那同样的也是客厅这里呢，也都带有阳台，房间也有阳台，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的浴室，都是套房。空间更大，100万多一点呢，就在吉隆坡使馆区拥有这么大的客厅，大家觉得可以吗？OK， 好，这边电视，这边餐桌，餐桌这边还可以加个岛台。对了，相比刚刚那一套的话呢，这边多了一个位置，就是可以做这一个岛台。然后厨房呢也是间隔起来的，这个厨房感觉还蛮不错，都是透明玻璃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在做饭的时候，我也是很希望说，可以看见外面，就不会那么孤独的做饭。所以我相信很多家庭主妇都会喜欢这个厨房。那这里呢，还有这个洗衣间。OK， 好，那这里的话，这边有一个小房间哦，它就是一个保姆间来的，因为里面就有一个浴室，所以如果大家要请一个保姆哦，照顾家人的生活的话呢，那这个保姆房可以用了。好，3个房间也进来看一下。OK， 这是小孩的房啦，应该是小孩子都会喜欢的，现在的年轻人，你看 ，breakfast on the bed， 就是这种。好，那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房间，这个房间有点不一样哦。它这边就是有个推拉门的，这个呢就可以，如果有客人使用哦，就可以用，因为你可以把你房间门关起来，就给回自己的一点隐私这样子。好 ，OK， 好，那这个房间也不错，对，有自己的浴室这样子，而且又采光，又能放双人床。好，我们现在来到主人房了，当当 ，OK， 这个主人房哇，够大嘞。放了这个大床过后，左右两边都有很多地方走动。那一边呢，就放了一个书桌，当然你要把它换化妆台也可以。那么这个阳台的话呢，也就向着吉隆坡的方向。大家看见吗？阳台这边铺上了草皮，那就给人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呢，大家来到吉隆坡这里看房子，想说找一个大户型，1000多、2000、3000、4000平方尺都有。那来到装修这一部分呢，就是比较麻烦。如果大家是在国外的话，所以这种呢，它就帮你装好，就可以让很多的业主可以省心。好了，这边浴室这里呢，大家也进来看一下，它都有浴缸，对。OK， 看了漂漂亮亮的房子呢，我们现在就看一眼它的生活配套。那从这个地点，这栋楼出发去到吉隆坡核心区，KLCC 地标的话呢，就大概2点多公里，所以就是非常的靠近。那我们这边呢，周边开车5分钟的车程也能到达，就是英格医院，还有太子阁医院这些私人医院。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吉隆坡国际学校，因为来到使馆区这里呢，也有很多家长就是居住在这里，然后把孩子带去国际学校。那从这里出发到吉隆坡国际学校也都大概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了。
那如果今天有哪一位家长呢，就是希望说把孩子放在国际学校读书，那同时呢想要住在使馆区，就吉隆坡市中心这里，然后呢就是大约马币150万里面的预算，想要找一个大户型的话，那今天这个楼盘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记得联络我。好，那么如果来到说这个房子你不住了，你要把它出租，那这一种就是3个房间，而且1600多平尺的话呢，它的目前的租金行情啊，就是在大概马币7000一个月。那么马币7000，我们刚刚说这套房子就卖130多万，那其实你算到来这个租金回报率它是有6%的。所以这个租金回报率来说呢是非常的高，而且呢这里周边呢就是大使馆，还有就是吉隆坡市中心里面的办公楼，所以住客的素质来说呢也是相对的非常好的。OK， 好，现在大家看镜头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自拍的，那个麦克风没电了。好，我想要给大家补充一点，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租金回报率在6%左右，那很多人可能会想说，艾莉，你既然这么说，那么你有没有算进去什么成本、持有成本之类的？那么当然，我们中间呢也是有一些持有成本，就比如说这个物业费啊，还有地税门牌税这一些呢，我就可以给大家就是在私聊的时候给大家做下来详细的算一下。OK， 好。那么在这边呢，再补充一点东西，就是整个大使馆区呢，它的范围就很大。那么我们有看地段，就比如说比较靠近十字路口，就是德令商场的那个十字路口呢，因为它过一个马路就是进入这个 KLCC 的那一带，那个核心圈那里，所以那边的单价的话呢，它就会在马币1200多到1600多左右单价。那这里的地段的单价呢，就大约介于马币700、800或者900这样子。所以这个房子呢，它的价值是在哪里？它的单价呢就是800，而且呢，它就做了这个全新的精装，那就等于说呢，这些装修是附送的，大家可以另包入住。OK，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一边。如果大家身边有朋友是在留意这个大使馆区的，或者你本身想要了解更多的，欢迎联络我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集见，拜拜。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安邦区域，它是在OK 好 OK 1、2、3，今天的这个房子呢，它的房龄就是楼龄，讲错了。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房子呢，它就是OK 好了，这种装修1、2、3，好了，这种房OK 再了 OK。